2022年1月24日凌晨0点02分，海南三亚的海边，一个15岁的男孩坐在沙滩上，用手机发布了一条长长的微博，标题只有8个字：生来既清，还时亦静。他写道：阳光照在海面，我也归于大海。从这里结束自己的一生，也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我很喜欢大海，因为我感觉它可以装得下很多声音。人间疾苦，已经受够了。几个小时后，三亚警方确认，这个名叫刘学周的男孩因服用大量药物，经抢救无效死亡。他的手机里留下了遗书的全文，足足7000多字。那些文字记录了一个孩子短暂而苦痛的人生。他出生时被亲生父母卖掉，4岁时养父母意外双亡，童年遭遇校园霸凌和猥亵，好不容易寻亲成功，却被亲生父母2次抛弃，还被亲生父母颠倒黑白发到网上，被大批网友指责辱骂。生命最后的几天，他每天都在遭受铺天盖地的网暴。今天我想把刘学周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你听，这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悲剧，更是网络暴力如何压垮一个未成年人的冷酷样本。刘学周原名丁晶，河北邢台南宫市人，2006年出生。据他在寻亲视频中自述，他的亲生父母在未婚的情况下怀上了他，但这段感情并没有走向婚姻，两人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他们把3个月大的刘学周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转手又以2.7万元将他卖给了河北邢台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就是后来养育他的养父母。刘学周被买回去是一个偶然，养父母当时的家庭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贫穷。刘学周后来居住的村子叫北孟村，早年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就是私自制作烟花爆竹。但是把他买回来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这是刘学周短暂一生中唯一一段被真心爱过的时光。然而这段时光也只持续了4年。2009年，养父母的家庭作坊在制作烟花爆竹时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养父当场身亡，养母全身被严重烧伤。年幼的刘学周因为那天恰好闹着去了姥姥家，才躲过了一劫。最后一次见到养母是在石家庄的医院里，姨妈捂着刘学周的眼睛不让他看，但他还是透过姨妈的指缝隐约看到了他的养母全身缠满绷带，血肉模糊地躺在病床上，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好好学习，听姥姥姥爷的话，等妈妈好了给你买好吃的。那是养母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不久之后，养母因伤重去世。从那时起，4岁的刘学周彻底成了一个孤儿，跟着养家的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生活。在村子里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的家长私下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和那个买来的野孩子玩。从那时起，欺凌就开始了。同学抢他的文具，把他推进厕所，各种诬陷他。老师听到以后，不给他任何反驳的机会，直接动手打他。小学6年，他被同学和老师欺负得无处容身，被迫辗转了5所学校。他说起那次印象最深的校园欺凌，在宿舍被人骑在身上用拳头捶脸，脸肿了以后，回到家只敢跟姥姥和奶奶说是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的。在小学上寄宿时，食堂发鸡蛋，全校所有人都发，唯独不发给他。一直到6年级转入市里的私立学校之后，刘学周的处境才稍有好转。他开始变得外向早熟，从初中开始，每个假期他都到石家庄打工挣钱，不是因为他喜欢打工，而是因为他需要钱生存下去。祸不单行，在2019年，当时读初1的刘学周遭遇了男老师的猥亵和威胁，从此他开始有了抑郁倾向。2020年初，承受不住压力的刘学周第一次选择了自杀，被好心人发现送到了医院。这一次他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据他的舅妈后来证实，他在医院确诊了重度抑郁症。但命运似乎永远在对他冷嘲热讽，他想要一个家，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老天却偏偏一次次从他身边夺走每一个亲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靠的臂膀。
也许正是因为从小渴望一个家，刘学周才始终执着于一个念头，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2021年12月6日，他在网上看到了孙海洋夫妇苦苦寻找儿子孙卓14年后终于相认的新闻。那条温暖人心的团圆新闻也点燃了刘学周心中最后的希望。如果孙海洋能找回孩子，也许我也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一天，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之后短短几天，刘学周就在山西临汾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寻亲的过程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然而接下来的发展谁也没想到。他在遗书中还原了当时的情况，见到生父后，对方显然对这一场认亲并不情愿，甚至专门带了警察朋友来助阵。刘学周向记者转述，二人见面时对方的措辞直接而且轻蔑，甚至当面称他就是个网络乞丐。认亲饭桌上，他对亲生父亲的描述充满了苦笑，没有父慈子孝的拥抱，也没有亲人重逢的眼泪。2022年1月初，他又转赴内蒙古见到了亲生母亲。令他意外的是，亲生母亲这位衣着光鲜、浓妆艳抹的女人对他很热情。一家人带着刘学周四处走亲戚、看房子，当着他的面商量如何给他们的其他孩子置办房产。可是刘学周在这些情景中被晾在一旁，就像这个人不是自己失去了15年的亲人，反而像一个外人。短短几天时间，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再也掩饰不住。他开始向亲生父母坦陈自己的处境。他这些年一直在流浪，无家可归。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所，一个可以让他安定下来的地方。他没有狮子大开口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得到一点点补偿，或一间可以挡风遮雨的小屋子。面对儿子的请求，亲生母亲没有丝毫犹豫，只是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答案。一次沟通之后，刘学周的微信直接被生母拉黑。更令他痛苦的是，亲生父母在事后反过来将他的请求诉诸媒体，把他说成要求买房子的贪婪男孩。此后，无数网友开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他进行口诛笔伐。一个10几岁的男孩在网络上被贴上心机婊、白眼狼的标签。他一遍又一遍地在网络上向所有人解释，我不是要房子，我只是想要一个家。其实人们并不知道，一个只有15岁的抑郁症少年，在被舆论推到浪尖的时候，到底在承受什么。寻亲成功，被亲生父母2次抛弃只是导火索，真正压垮刘学周的是随之而来的网络暴力。在亲生父母颠倒黑白的接受采访后，成千上万的网友涌入刘学周的社交平台，对他进行猛烈的指责、攻击和辱骂。那段时间，刘学周的抖音和微博私信里涌入海量的恶意言语，心机婊、快去死、恶心、娘炮，这些文字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割在他身上。他一遍遍的澄清，一遍遍的辟谣，但那些骂他的人根本不会看他的解释，他们在乎的从来不是真相，只是发泄的快感。2022年1月24日凌晨，刘学周来到三亚的海边，一个他最喜欢的地方。他在遗书中写道，这几天一直有人抖音、微博私信攻击我、骂我。在发布那封长文之前，他还做了最后一件事，他把银行卡里1半的积蓄委托舅妈捐给石家庄市孤儿院，给那些小朋友买漂亮的衣服和好吃的。他说，他想替自己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然后他在海边坐下来，用手机写完了那7000多字的遗书，发到了微博上。他在最后一条动态里写道，阳光照在海面，我也归于大海，从这里结束自己的一生，也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凌晨4点17分，三亚市301医院急诊科接线员表示，刘学周因服药过量，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和脉搏。这一天距离他在2021年12月6日发布第一条寻亲视频只有短短49天。49天里，一个孤儿从满怀希望地寻找亲生父母，到被亲生父母2次抛弃，再到遭遇铺天盖地的网暴，最终他选择在大海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年，他只有15岁。
刘学周离世后，他的养家亲属没有放弃，他的养家舅妈柴女士从失去他的痛苦中振作起来，接过为他讨公道的重担。在此过程中，因维权的压力，柴女士自己也患上了中度抑郁症。这个家庭同时面临多重打击，丈夫因经济压力从事高危工作，意外摔下楼致残。刘学周的姥姥患上晚期肺癌，家人始终不敢将刘学周去世的实情告诉他。即便这样，柴女士仍在3年多的时间里四处奔波，收集证据，并提起一场特殊的名誉权诉讼。这起案件的被告是2名在网络上攻击刘学周的知名网络大 V 真心话和暖心姐姐。原告是刘学周的养家外祖父母，他们主张2名被告捏造刘学周认亲后要买房、抛弃养父母等不实信息，肆意发表刘学周心机、身败名裂等诽谤性的言论，传播后造成恶劣影响，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被煽动，对刘学周进行网络暴力，致使刘学周自杀身亡。2025年6月9日，等待1247天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刘学周被网暴致死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认定2人的言论构成名誉侵权，判决被告在人民法院公告网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5万元及维权律师费2000元。面对一名失去孩子的老人与2个成年网络大 V 的力量对比悬殊的诉讼，这份支持原告的判决弥足珍贵。宣判后，暖心姐姐张某提出上诉。柴女士回忆说，那天被告在上诉状末尾署下的名字与她在庭审现场看到的那个名字并非同一人。2审审理后，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结果公布的消息传来，刘学周的家人百感交集，姥姥放声痛哭。柴女士后来对媒体表示，他们将把赔偿款全部捐出，因为这是孩子用命换来的，他们不会用于家庭开支。维权律师周兆成在判决后说，判决不仅是对刘学周的告慰，更竖起反网络暴力的司法标杆。网络绝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对未成年人的恶意伤害都将受到法律制裁。2025年7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明确，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可转为公诉案件处理。刘学周案在推动这一法治进步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说到这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描述这个故事的重量。一个孩子出生时被亲生父母以6000元卖掉，他在4岁时亲眼看着养育自己的人死于爆炸，被同学孤立、殴打，被男老师猥亵。他用全部力气寻找自己的根，找到后却被亲生父母2次抛弃。当他最脆弱的时候，铺天盖地的恶毒评论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只有15岁。一场悲剧之后，2名网络大 V 被认定为名誉侵权，赔了几万块钱。钱当然不能换回一条命，但它带来的意义却比赔偿本身更加深刻。法律终于正视了一件事儿，那些躲在屏幕背后用言语将一个未成年人逼上绝路的人，必须承担责任。刘学周在遗书的最后写道，手机相册里有一些证据和录音，希望警察叔叔在最后也可以替我为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3年多之后，那个句号终于被法院郑重地画上了。但在这支离破碎的一切背后，还留下一个无解的问题：网络空间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地方？那些动动手指就能发出的恶评，那些躲在匿名账号后面泄愤的人，真的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吗？也许很多人永远也不会意识到，他们以为自己在伸张正义，其实他们是在杀死一个孩子。请以今天的节目纪念那个曾经努力发光的人，刘学周。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